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位奇人，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看你一眼，然后微微闭上眼睛，你这一生的起落、贫富、祸福、缘分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印在他心里。他的每一句预言往往精准的让人脊背发凉，分毫不差。在泰国有这么一位奇人，整个港台演艺圈、商业圈最顶尖的那批人都不远千里坐飞机专程去拜见他。那些平日里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的影帝天后、亿万富商，到了他面前却一个个低头排队，老老实实等候，没有半点例外。他见过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这四大天王，每个人他都认真看过他们的命格。看完之后，他对身边的弟子留下了一句极为精准的断言：这四个人所得已够多，万事难圆满，命中只有女儿缘，难有儿子命。那时候四大天王正处于人生最风光的顶峰，歌声响彻两岸三地，掌声、鲜花、财富滚滚而来。没有人把这句话放在心上，可后来这句话却像刻在石头上一样，一字一句全都应验了。四大天王后来各自有了孩子，却至今都是女儿，没有儿子。白龙王的那句断言一字不差地兑现了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奇人就叫白龙王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他凭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今天就一层一层慢慢讲给你们听。白龙王本名周青兰，祖籍广东潮州，后来定居泰国。年轻时他只是个普通的修理工，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。40岁那年，他说自己开了天眼。从那以后，他在泰国春武里府的一间简陋草屋里为人指点迷津。他不收钱，每周只开3天，每天只见100人。就这样，他的名声慢慢传遍整个东南亚，传遍华人世界。他的话到底有多准？你们听我讲几件事，自然就明白了。第一件事，关于一部差点夭折的电影。你们都知道《无间道》这部电影吧？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，曾经轰动一时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部戏当年差点就拍不下去，差点消失在历史里。当年投资人林建岳押上了全部身家，赌这部戏能救活低迷的香港电影。开机之后却怪事连连，今天刮狂风，明天下暴雨，演员受伤，道具出问题，一件接一件，整个剧组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，怎么都走不顺。4000万港币压在那里，每停一天就是白白烧钱。那时候香港电影整个行业都在走下坡路，人心惶惶，林建岳心里那个急啊，简直坐立不安。他没办法，只好赶去泰国，找到白龙王。白龙王听完来意，没有绕弯子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这部戏的名字不对，犯了困住的死气，必须改。林建岳愣住了，名字要改。白龙王平静地说，此片讲的是无间地狱之道，原来的名字带着困住的气，死的气，拍摄当然一直被卡住，要改就改成无间道。道是路，是方向，是走得通的。林建岳将信将疑，可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能照做。白龙王又伸出3根手指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，这部戏可以拍3部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。林建岳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没敢声张。改了名字之后，剧组回到香港重新开拍。奇怪的是，气场真的变了，风调雨顺，
一路顺畅，再没有出过大岔子。《无间道》顺利杀青，上映后票房大爆，口碑炸裂，成为当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。整个低迷多年的香港电影圈被这部戏重新点燃了希望。林建岳没有忘记那3根手指，他真的接着拍了第2部、第3部、3部《无间道》，一部比一部卖座，一个神算，只是伸出3根手指就已经看见了后面的结局。你们说这是巧合，还是他真的看见了什么？第2件事，关于任贤齐。任贤齐是台湾歌手，90年代凭着一首手情歌红遍两岸三地，是那个年代华语乐坛最重要的男歌手之一。他去见白龙王，白龙王看过他的命格后，静静地说：你这个人逢五必发，凡是跟五有关的日子都是你的好日子，重要的事情尽量挑带五的日子去做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任贤齐听了认认真真记在心里，从此以后出专辑选5号，开演唱会选5号，签重要合约也选5号，凡是重要的事情都挑带五的日子去做。说来也怪，他的生涯真的就这样一路顺遂，在华语乐坛稳稳站住脚跟，几十年长红不衰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过是心理作用，他有了信心，做事更投入而已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样想就把因果搞反了。白龙王说的逢五必发，不是随口安慰，他是看见了任贤齐命格里那股气的流动节奏，看见了他在哪些时机点气场最旺，做事最顺。这就是易经最根本的道理，天地之间万物皆有时，顺着那个时去做事，事半功倍；逆着那个时强行推进，事倍功半，甚至适得其反。白龙王看见了那个时，告诉了他，任贤齐听了，顺着那个时走，他的命也就顺了。一句话背后是整个天道在运行。第3件事，关于杨受成。杨受成是香港演艺圈最有实力的大老板之一，他去见白龙王，白龙王看过他的命格后，静静地说：你属猴，日后要特别留意属猴的年轻人，天下新人只要是20岁以下单亲家庭出身的，必定大红大紫。就这么一句话。杨受成回去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着做了。他签下了谢霆锋，谢霆锋属猴，父母离异，单亲家庭出身，签约时才10几岁，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毛头小子。他又签下了容祖儿，容祖儿也属猴，家庭背景坎坷，签约时刚刚不到20岁，连第1张专辑都还没出过。后来这2个人全部成为香港演艺圈举足轻重的巨星。你们说这是运气，还是白龙王真的看见了这2个年轻人命格里那道还没被激发的光？我告诉你们，高人看人，不是看这个人现在有多出色，而是看他命格里藏着的还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潜力。白龙王看见了，所以告诉杨受成这些人值得提携。杨受成信了，提携了这2个人的命，就这样被点亮了。一句话改变了2个年轻人的命运。讲完这3件事，你们心里应该已经有数了。这个人说的话从来不是随口一说，他看见的是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当他见过4大天王，看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命格，留下那句断言时，不是偶然，是有根据的。所得已够多，万事难圆满，命中只有女儿缘，难有儿子命。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这句话背后那个惊人的因果。你们知道易经第11卦是什么吗？是泰卦。泰者通也，天地交泰，
万物化身，是最好的卦象之一。一个人走到太卦的格局，意味着财运、名气、事业全面开花，四面八方都是顺的，都是通的。四大天王就是活生生的太卦格局。但是你们知道太卦之后紧接着是第12卦吗？是否卦太极而否，这个排列不是偶然，是天道的规律。古人说日中则约，月满则亏。太阳到了最高点，接下来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往下走。月亮圆到极致，接下来必然是缺。这不是悲观，不是诅咒，这是天道运行几千年不变的规律。天道既满，一个人走到了极致，财也有了，名也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掌声也有了，天道就会在某一个地方悄悄留下一个缺口。这个缺口不是惩罚，是平衡，是天道那杆秤在维持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公平。我来讲一个人，你们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范蠡。春秋时期，越国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20年，最后灭了吴国，成就霸业。这件事天下皆知，可是很少人知道，功成之后，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。他走了，功劳最大，地位最高，正是最风光的时候，他却悄悄收拾行李，带着家人连夜离开了越国。有人追上来问他，越王离不开你，天下人都仰望你，这个时候走不是太可惜了吗？范蠡只说了一句话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他看见了一件事，一件很多人在风光顶点根本看不见的事。当一个人走到极致，身边的危险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。越王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无法同富贵的人。天下一定，你的功劳越大，你就越是他的威胁，越是他要除掉的对象。范蠡看见了这一点，所以他选择主动退步，把那个极致的位置轻轻放下。他走了之后，隐姓埋名去经商，结果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为天下首富，人称陶朱公。他一生3次聚齐巨富，3次散尽千金，把钱财分给穷苦百姓，每散一次，没过多久又再聚起来。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把钱留住，偏偏要散出去？他说，财聚则气滞，财散则气流。钱这个东西散出去才会再回来，赚得太紧反而留不住。你们想想这句话，一个人把所有的财富都死死攥在手里，一分不散，一毫不让，他的气就被那些财压住了，流不动了。气流不动，新的机会就进不来，新的缘分就接不上。慢慢的，那些财富也开始腐坏，开始出问题。你们在生活里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赚的钱哪里都舍不得花，哪里都舍不得给，结果最后那些钱不是生了病花掉了，就是被子孙败掉了，或者出了什么意外，散的比当初散出去还要难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主动散，天道就替他散，而且是用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。范蠡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主动散，每聚齐一大笔财富，就把大部分分给周围需要帮助的人，留下够用的那一份重新开始。结果每次重新开始都比上次聚得更快，聚得更多。因为他散出去的时候，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都记得他的好，天下的商路都愿意向他敞开，天下的贵人都愿意与他来往。他的气场因为那些善意越来越宽，越来越流通，财自然就来了。这不是神话，这是易经里讲的道理，在一个人身上活生生的应验了。你们听出来了吗？这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，满了就要懂得让一让，
不让，天道会替你让，而天道替你让的那一步，往往是你最承受不起的那一步。范蠡主动让，所以他这一生越走越宽，越走越顺。那些不肯让的人，那些站在顶点上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满下去的人，历史上太多太多，结果如何？你们自己去翻历史书就知道了。我再说一个人，曾国藩，清朝最了不起的大臣之一，读书人里的最高成就，创立湘军，平定太平天国，权倾朝野，是汉人臣子在那个朝代能走到的最高位置，功劳大到什么程度？手握几十万湘军，良将如云。有人劝他时机成熟了，可以自己做皇帝，他没有动，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他懂得天道既满这4个字的真实重量。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越是功业显赫，他越是主动收缩。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求阙斋，阙就是缺，就是不圆满。他说，我不求满，我求缺，满了天道会来打破，有一点缺，天道才安心，才不来动我。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里反复提到，凡事留有余地，不要做到十足，要留3分给天道。你们想想，这是一个已经走到人间极致的人说出来的话。他不是没有能力做到满，他是刻意不让自己满，因为他读了一辈子易经，他知道天道那杆秤是怎么运作的，他知道你在哪里满了，天道就会在哪里收你。所以他做了几件在外人眼里近乎奇怪的事，他的功劳他主动往下压，能让就让，能推就推，从来不争那个第一，不争那个唯一。他的财富他也主动控制，能省的地方尽量省，却贴补了多少幕僚下属，帮助了多少贫寒的读书人。他自己的家里从来没有过奢靡的排场。他说过，凡是太顺的事情一定要多想一想，太顺就是快要到顶了，到顶了就要小心了。他不做和珅。乾隆年间第一权臣和珅富可敌国，呼风唤雨20年，旁人看他那叫一个顺。可乾隆一驾崩，嘉庆皇帝就把他抄家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满了，钱满了，权满了，皇帝的宠幸也满了，他以为那个满可以一直撑住，结果天道替他收了，而且收得干干净净。曾国藩看得清楚，所以他在那个满的前面主动退一步，反而是有一点阻力，有一点坎坷，是好事，是天道在提醒你，这里还有空间，你还没有到极处，你还可以继续走。真正有智慧的人在顺的时候不会忘形，因为他们知道顺到了极处就要收一收，在逆的时候也不会绝望，因为他们知道否极泰来，这个规律从来没有失效过。曾国藩就是这样走完他这一生的，在权力的顶点主动收缩，在功成之后主动隐退，结果他成了清朝延续时间最长的重臣之一，善终而去，家族也得以保全。你们再看看历史上那些不肯退不肯缺，非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人，有几个走得好的？所以易经讲损卦不是让你减少，不是让你变少，而是告诉你在该让的地方主动让一让，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这是天道的运作方式。你主动损，天道就不需要来动你；你不肯损，天道就替你损。而那个损往往来得让你猝不及防。四大天王走到了人间的太卦，财民双旺，万众敬仰，这已经是人间极致了。天道就在这里悄悄收了一样东西来维持那杆秤的平衡，这样东西就是儿子，不是诅咒，不是恶意，是天道在运行，是易经几千年前就写下来的规律。
白龙王只是看见了这个规律，所以他说得出那句断言。讲到这里，我要换一个方向，因为这个道理反过来看，对我们普通人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逢年过节，看见别人家热热闹闹，看见别人事业顺顺利利，看见别人好像什么都有，心里就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不甘心，不服气，觉得老天不公平。我这一辈子勤勤恳恳，认认真真，为什么就是没有别人那么好运？这种心情谁都有过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种感受背后藏着一个你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盲点？你只看见了别人有的那一面，却没有看见别人缺的那一面。天道那杆秤，不只在大人物身上运作，不只在四大天王身上运作，它对你也在运作，对每一个人都在运作。你觉得别人钱多，可你没有看见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心里装着你想象不到的压力和烦恼。你觉得别人事业顺，可你没有看见他在家庭里有一些说不出口的遗憾，有一些跟家人之间长年累月解不开的结。你觉得别人孩子出色，可你没有看见他在孩子看不见的地方偷偷落过多少眼泪，担过多少心。人前风光，人后辛苦，这是每一个人都逃不掉的规律。天道给了他那里，就会在这里收一收，天道给了你这里，就会在那里补一补。你之所以觉得不公平，是因为你只看见了别人的得，没有看见别人的失，也没有认真看见你自己手上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。你的父母还在吗？你的身体健康吗？你的家里有没有一个人是你知道他永远在那里等你？你今晚睡得着吗？你明天早上有没有一件让你期待的事情？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小，很平常，平常到我们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一回事。可是这些就是天道给你的那份补偿。它也许没有名气，没有光环，不会让人羡慕，不会出现在别人眼里，但它是真实的，是你拥有的，是很多人花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。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你在名利上得的少，天道悄悄在别处给了你一些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所以平常心是一门最难的功课，它不是叫你认命，不是叫你放弃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争，它是叫你在看见自己所缺的时候，也要看见自己所有的。它是叫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，先认真清点一下自己手上已经有的那些东西。它是叫你把心放平，跟命运较劲，跟天道斗气。有一种苦叫比较的苦，你看见邻居换了新房子，你的心就不平了；你看见同事升了职，你的心就不平了；你看见同学的孩子考上了名校，你的心就不平了。这种苦是你自己给自己添的，用比较的方式活着是最累的活法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比赢了邻居还有城里的人，比赢了城里的人还有省里的人，比来比去永远没有尽头，永远不够满，永远不够好。易经64卦最后一卦叫未济卦，意思是事情还没有完成。老祖宗用这一卦告诉我们一个最深的道理：人这一生永远都是未济，永远都有还没有得到的东西，那个什么都圆满的终点根本不存在。与其等到圆满了才安心，不如就在这个未济的状态里找到你的安心，找到你的快乐。这才是真正的平常心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是在乎了，努力了，然后能放下来，不是什么都不认真，是认真了，做了，然后能接受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尽人事是主动，
是积极的，是要你认真做该做的事，听天命，是放下的，是从容的，是要把结果交出去。这两件事一起做，才是真正顺着天道走的活法。只有尽人事，没有听天命，那是执念，那是强求，会把自己逼坏。只有听天命，没有尽人事，那是懈怠，那是逃避，这辈子也走不远。白龙王见过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命，最后他说的话都是最简单的几句。他说，这一生见过最通透的人，不是那些得到最多的人，而是那些懂得放下的人。他说，人这一生知道自己得的够多了，就要懂得收一收，不是不进去，是不贪。贪才是真正的缺口。贪这个字为什么那么危险？贪就是已经有了还要更多，已经满了还要更满。天道最忌的就是这一个字，你已经有了很多，天道因为你满了，在某一个地方留了一个缺给你来维持平衡，可是你因为贪把那个缺也去填满了，那天道怎么办？天道就要在另一个地方把另一个更大的缺给你。所以贪的人不是不得，是得了还要失，失的比得的还要多。这不是天道在惩罚你，是天道那杆秤在维持平衡，你自己把它推偏了，它就要回来。懂得收，懂得让，懂得在得到之后把心放平，不再强求，才是真正顺着天道走。行善这个道理，很多人以为是为了别人，错了，行善是为了自己。易经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余就是多出来的意思，积善庆就会多出来，溢出来，你自己都装不下，就流到了你的孩子那里，流到了你的家族那里。积不善，殃就会多出来，溢出来，你自己承受不完，就流到了下一代，流到了你最放不下的人那里。所以行善不是做给别人看，是在给自己的气场加宽度。你每行一次善，你的气场就宽一分，气场宽了，走到哪里缘分就顺一分，贵人就多一分，逢凶化吉的机会就多一分。你每起一次恶念，你的气场就窄一分，气场窄了，什么都不顺，什么都卡，还不知道为什么。气场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真实的影响着你这一生的走向。我来讲几件很小很小的事，小到你们可能觉得不值得一提，但就是这些小事决定了一个人的气场是宽还是窄。第一件事，你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提着很重的东西，走得很慢很吃力，你停下来帮他提一段路，就这么一件小事，你帮了，走开了，可能转眼就忘了，但是那一刻你的气场宽了一点点。下次你遇到困难，也许有个陌生人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帮了你一把。第二件事，你在单位里有个新来的同事，做了一件事有点差错，大家都在议论，有人背后说他的不好，你没有跟着说，反而在他面前多鼓励了他一句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也许那一天他正在最低落的时候，你那句话让他撑住了，你的气场又宽了一点点。第三件事，你的家里有一个亲戚处境比你差，有困难来找你借钱，你在能力范围之内帮了他，没有摆脸色，没有让他难堪，实实在在帮了。这件事在你这里也许很快就过去了，但天道都记着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小事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足以灭身。善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，恶也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。没有哪个人一下子就变成大善人，也没有哪个人一下子就变成大恶人，都是一件事，一件事慢慢累积，慢慢把你变成了那个样子。所以
从今天开始，不需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善事，就从身边那些小事开始，对父母耐心一点，对家人温柔一点，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袖手旁观，对别人的短处少说一点，对别人的难处多体谅一点，就这样慢慢的你的气场就不一样了，命也就慢慢不一样了。我见过很多人拼命算命，拼命求神问卜，问这一年会不会发财，问下一步该不该投资。我告诉他们，不用问那么多，你把父母侍奉好，把该还的恩情还了，把该行的善事做了，天道自然会给你一条顺的路。命是可以改，不是靠算，是靠做。易经里有一个词叫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避凶趋吉，不是去求吉，而是让自己配得上吉，心里装着善意，做事对得起良心，对父母尽心，对家人用情，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袖手旁观。这样的人走到哪里，别人愿意帮他，机会愿意找他，灾祸愿意绕着他走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人心的规律，也是天道的规律，几千年没有变过。白龙王晚年，有弟子问他，师父，您这一生见过那么多人，您觉得什么样的人命最好？他想了想，说了4个字，心善则好。不是最聪明的人命好，不是最努力的人命好，不是最有钱的人命好，是心善的人命最好。因为心善，所以气场宽，所以处处有贵人，所以逢凶化吉，所以就算遇到了坎也过得去。这就是白龙王见过无数人之后得出来的最朴素的结论。他还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讲得极好。他说，拜神求平安，回家却对父母大声说话，你怎么可能得到平安？父母才是真神。对父母好一点，一切便顺顺利利。你们听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有点惭愧？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对朋友笑脸相迎，对陌生人客客气气，可到了家里，对父母却随便发脾气，说话不耐烦，觉得理所当然。父母年纪大了，说话慢了，反应慢了，有时候同一件事说了好几遍，我们就不耐烦了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你哭得说不清楚，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哄了你多少次？没有一次不耐烦。你现在嫌他们烦，当年他们嫌过你烦吗？父母对你的那份心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条件的善意，是你这一生最大的福气来源。你把这份善意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跟他对着干，你的气场怎么可能宽？你把这份善意认认真真的回报他，珍惜他，你的气场自然就顺了。我见过无数次，一个人只要对父母真的好，不是做样子，是真心的好，他的运气往往不会太差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的心是跟天道相通的。当你回应了这份善意，用心侍奉他们，让他们心里安稳，让他们晚年安乐，你的气场里就积累了一种最厚重的东西，那种东西能够化解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祸事，能够引来很多你预料不到的福气。反过来，一个对父母冷淡，对父母不耐烦，甚至对父母恶言相向的人，不管他在外面多么体面，多么成功，他的气场里有一个洞，那个洞会慢慢漏掉他在外面积累的那些好东西。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觉得差了一口气，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到不了，就是从那个洞漏走的孝顺父母，不只是道德，不只是责任，是你这一生最划算的一件事，是你为自己的命做的最实在的一件善事。讲到这里，我把今天的道理给大家说清楚。白龙王断言4大天王只有女儿缘，后来一一应验这件事。
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觉得惋惜，觉得不公平。可是你们仔细想想，这件事从来不是一个关于公不公平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天道如何运行的故事。天道从来不欠任何人，也从来不偏袒任何人。他给了你什么，就会在别处收一收；他在别处收了你什么，就会在另一个地方悄悄补给你一些。你觉得自己这辈子得到的不够多，可是你有没有认真盘点过那些你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？也许正是天道给你的补偿。健康是补偿，儿孙绕膝是补偿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心里没有太多牵挂是补偿。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人喊你吃饭，有人问你冷不冷，这份普通的热闹也是补偿。这些东西，有钱有名的人花再多钱也换不来。有一种苦是很多有钱人的苦，但是穷人不知道，那就是不知道身边的人是真心喜欢你，还是喜欢你的钱。一种孤独，看不见，但真实存在。还有一种苦是成功之后的苦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梦想，有目标，每天起来都有一件事情等着他去做，那种感觉是充实。可是当他真的做到了，真的成功了，他突然发现那个让他充实的东西不见了。他有了所有他想要的，可是他却不知道早上睁开眼睛，今天是为了什么。这叫做得到了终点，失去了路途。普通人永远都在路上，永远都有明天要做的事，要追的目标，要见的人。这份在路上的感觉，是天道给普通人的礼物。很多人都没有发现，这是一份礼物。所以我说，天道那杆秤，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的。你以为你缺的那一面，也许正是你另一面得到太多的代价。你以为理所当然的那一面，也许正是天道给你特别补偿的地方。认真看见自己拥有的，是一门功课，学会珍惜眼前的，更是一门功课。白龙王在2013年8月17日，在泰国春武里府的住宅里安静离世，享年76岁。那一天消息传出来，整个港台演艺圈都像失去了一棵大树。刘德华第一时间飞赴泰国，守在灵堂。悲痛之情不是表演，是真实。他管白龙王叫师父，那份情是真的。任贤齐等人一个接一个赶去送他最后一程。有人发文说，谢谢您10多年来的教诲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身份，可他们对白龙王的感情是一样的，真实。他走了，但他留下来的那个道理还在。天道既满，万事难圆满。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太急而否，否极泰来。心善则好，父母才是真神。这些话不是白龙王发明的，是易经，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写下来的智慧。白龙王只是用他的一生，用他见过的那些人，那些命，把这个道理活生生的示范了一遍。你们今天听完这些，不管记住了什么，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，你这一生得到的和失去的，从来都不是偶然。天道那杆秤始终是平的。你觉得自己缺的那一样，也许是天道在另一处已经为你多给了一些你觉得自己苦的那一段，也许是天道在为你后来的好悄悄做准备。不要跟命运较劲，不要跟天道斗气，把眼前该做的事认认真真做好，把眼前该珍惜的人踏踏实实珍惜，多行善，少起恶念，对父母好一点，剩下的交给天道去安排，这就够了。